同学们好，下面我们学习中医望诊之望排出物。望排出物是指的观察病人的分泌物、排泄物和某些排出体外的病理产物的形、色、质、量的变化，来诊查病情的方法。这里的分泌物通常是指内、涕、唾、涎等等液体，排泄物是指大小便，而病理产物是指痰液或呕吐物。所以我们望排出物主要望痰、涕、涎、唾、呕吐物及大小便等等。望排出物的变化，总的规律是：如果排出物色白、清晰，伴有腥臭味或者不臭，或者是臭味不浓的，通常是属于虚症和寒症；而如果排出物色黄、稠浊，味道非常臭秽，多为实症和热症。下面我们学习的排出物的病变意义都是符合这个规律的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望痰涕。痰是由肺和气道排出的病理性粘液。中医认为，脾为生痰之源，肺为储痰之器，所以望痰可以判断脏腑，尤其是脾肺的病变，以及病邪的性质。望痰主要望痰的色、质和量的内容。通常来讲，痰白量多而清晰是属于寒痰；痰白滑量多很滑，很容易咳出来，是属于湿痰。痰黄或痰白，或者是痰是绿色的，但只要是质地是稠浊有块，通常都是属于热痰。痰少而黏，难以咳出，这是属于燥痰。痰中带血，颜色鲜红者是属于咳血，通常是属于肺阴虚火旺的虚火，或者是肝火犯肺的实火灼伤肺络所导致的咳血。如果口吐脓血痰，气味腥臭，通常是属于肺痈，是属于热毒运肺、肉腹成脓所导致的病变。第二是望涕。中医认为涕为肺液，所以望涕可以了解诊查肺的病变。鼻塞流清涕通常为外感风寒所导致的病变。鼻塞流脓涕又称为浊涕，是属于外感风热所导致的病变。如果正发性的清涕量多，伴喷嚏频作，中医称为鼻虬，是属于风寒肃肺所导致的病症。久流浊涕致稠而量多，为腥臭者属于鼻渊，通常为湿热郁阻所导致的病症。下面我们来学习望涎唾。涎是口腔流出的清涎粘液，中医认为涎为脾液，所以望涎可以诊查脾胃的病变。如果口流清涎而量多，为脾胃虚寒、气不化精的表现。口中时时吐连涎，是脾胃湿热导致的病变。小儿口角流涎又称为赤遗，通常是脾虚不能固摄津液，或者是胃热所导致的。睡中流涎，就是睡觉的时候流口水，通常是胃中有热、宿食内停或痰热内蕴所导致的。第二是望唾。唾是从口腔吐出的稠质的泡沫状粘液。中医认为唾为肾液，关乎于胃，所以诊查唾可以了解胃和肾的病变。一般来讲，时时的吐唾沫，这是属于胃中虚冷、肾阳不足、水邪上犯所表现出来的病症；而唾液非常多，则是属于胃中宿食或湿邪流滞所表现出来的病症。下面我们来学习望呕吐物。呕吐物是胃气上逆，由口吐出的胃内容物，通常外感和内伤都能够引起呕吐。望呕吐物通常可以了解胃气上逆的原因和病性的寒热虚实。我们主要通过望呕吐物的色、质和量的变化，来判断胃气上逆的原因和病性的变化。一般来讲，
呕吐物清晰无酸臭味属于寒呕，通常是胃寒所导致的病症。呕吐物浑浊有酸臭味属于热呕，通常是胃热所导致的病症。如果呕吐物中有不消化的食物，同时伴有酸腐臭味，这是属于暴饮暴食、饮食极致所导致的伤食的病症。如果呕吐黄泥苦水，通常是属于肝郁横沥犯胃或肝胆湿热的病症。呕吐清水痰涎，未有正水声，是痰饮停于胃的一种病症。呕血，夹有食物的残渣，如果血色鲜红，通常是属于肝火或者是胃热所导致的。如果呕血，血色紫暗有块，是属于胃腑血瘀所导致的病症。第4个内容是万二便即大小便。大小便虽然是人体的排泄物，但是大小便包含了人体很多健康现象，因此不能因为是排泄物而一冲了之，而应该仔细观察。首先是万大便。万大便主要是诊查脾胃肠的病变和肝肾的病变，以及了解病性的寒热虚实。望大便主要望大便的形、色、质、量。一般来讲，大便清晰如水样，通常是寒湿泄泻，外感或内伤都可以导致。大便黄褐如糜而臭，通常是湿热泄泻，外感和内伤也都可以导致。大便清晰顽固不化或如压糖，这是脾肾阳虚的病症。大便黏动夹有脓血便，这是痢疾的特征性的病症，通常是属于湿热蕴集大肠的表现。大便燥结，干如羊屎，排出困难，这是便秘，通常是属于肠道经伤或者是热盛伤津、胃火亢盛、阴血亏损所导致的病症。大便出血称为便血，便血分为原血和净血。通常来讲，净血血色鲜红，通常见于痔疮或者是干裂，而原血通常是大便出血的血色暗红或者是紫黑，这是未有淤血的真相。第二是望小便。望小便可以诊查肾、膀胱、肺、脾三焦的病变，并且了解津液的盈亏和病性的寒热虚实。望小便主要望小便的色、质和量。一般来讲，小便清长属虚寒，小便短少属实热。小便尿中带血，不痛者为尿血，痛者为血淋，通常是热伤血络、脾肾不固或者是湿热蕴结所导致的。尿中砂时一般来说会伴有疼痛，所以又称为湿淋，是由湿热蕴结所致。如果小便浑浊，不痛者为尿浊，痛者为高淋，通常是由脾肾亏虚或者湿热下注所致。由于大小便涉及到隐私，所以望大小便通常由病人本人去完成，然后将信息告诉给医生。因此，对于每一个学习者而言，自己的大小便一定要由自己去仔细观察，从而了解自身的健康和疾病的状况。以上是望排出物的内容，本节课就讲到这里。